站是泉州东站。我来到泉州，一座古早味的闽南城市，连公交车都是复古风格，直奔市区酒店休息一下。到了晚上，这座城市更加热闹起来了，满大街都是电动车。这里有自己的共享电动车平台小城出行，价格比市场上主流的共享单车平台略贵。老城范围内还有这种招手即停的小白观光车，可在小白约租微信小程序预约。泉州古称刺桐城，屋顶上是刺桐花的装饰。来到承天下，巷子里藏着一家艺术商店世子空间，本地人说开了超过10年，主打泉州在地文化。这里也是福建首家 Fright 官方零售合作空间。店里还有一个名为“与你共创”的公益计划，售卖一些当地制作的手工艺品。2楼是八浪鱼咖啡馆，泉州老城里到处都是卖工艺瓷器的店，因为泉州的德化县有着悠久的瓷器工艺历史，德化窑的瓷器经泉州港远销海外。承天下，这里曾是唐代的城门。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。这里在上世纪20年代修建成骑楼街，现在是泉州老城区十字形中轴线的一处。这家理发店很有南洋风格，它和一家文创商店开在一起。这里最早是施琅的私塾旧址，后来英国人建立教堂，也为群众诊病。今晚有一场应急科普活动。来，包住拳头哦，等下要双手一起用力啊！身体微微前倾，嘴巴张开啊，气道打开，嘴巴张开。我们练的时候轻轻的，还被说你不要动啊！等下你吃什么吐什么啊！钟楼就是泉州老城十字形中轴交汇的终点。东西街就是十字的一横。西街上最多的是小吃，其次就是文创商店了。泉州还有个古称叫鲤城，所以这里有很多以鲤鱼为形象的小东西。这家文创店是一座3进式的大错改建，还带有一个后院。第2天的早餐，来试一试泉州特色面线糊。
泉州人偏好主食加汤羹，比如面线糊配油条，花生汤搭满煎糕。也是这个，然后蟹肉。面线糊用细面线为主料，搭配地瓜粉勾芡成糊状，搭配油条食用。泉州文庙是东南地区最大的文庙建筑群，一进门就是泮池，一个半圆形的水池。朱四桥以孔子讲学的诸水四水命名，石板部分为宋代原物，栏板为现代复建。作为古代泉州最高学府，这里累计培养了进士2454名，文武状元8位及宰相20余位，所以要考试的人都来这里祈福。这种砌墙的方式很有本地特色，叫做出砖入石，由花岗岩、红条砖混合构成，红砖玉为金，白石玉为银。文庙外的广场正在举办戏剧周，有40余场南戏展演。文庙不远处就是清净寺。清净寺始建于9世纪，当时泉州有6、7座清真寺，如今仅存此一座。宋元时期，泉州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很频繁，这一带是穆斯林商人聚居的藩方。这是奎布拉墙，设有壁台，刻的是古兰经铭文。商业不能使他们舒服而不纪念真主，谨守拜功和完纳天课。都说泉州是众神住人间办事处，孔子、真主、佛祖住的都不远。我来到了开元寺，据说这个拜亭里的8棵古桐树龄有200至800年。开元寺最有名的是东西双塔，全国最高、年代最古老的一对石塔。东西塔各建5层，每层有拱门、佛龛，每层的拱门和佛龛互相调换。塔身浮雕有武士、天王、金刚、罗汉，每座各80尊。早在《西游记》出版前就有猴行者的浮雕了。东西塔也是黑神话、悟空的取景地，因此有人来圣地巡礼。要什么劲？这里有很多闽南本土地域文化的书籍。开元寺周边是一个步行区域，适合走街串巷。这是在南阳的复兴华侨1937年建造的宅子，经过改造后成为展览馆。内天井是一部带有梅花、牡丹盆景浮雕的中央楼梯。现在在举办泉州城市更新图片展。
闽南地区，放眼望去全是红砖、红瓦、红房、红楼。中国各地的民居建筑大多用的是青砖青瓦，只有闽南民居使用红砖红瓦。整个老城就是一个红砖文化区。走到一家民居里面的咖啡馆，小憩一下。我提醒老板，鱼缸该换水了。这家咖啡馆是民居改造的。地面铺的是老式的花砖。回到金鱼巷主街上，你也不敢吃好吗？这小楼一层是闽南红砖厝，2楼是欧式混合伊斯兰风格，当地叫翻仔楼。今天很幸运碰到了宋江镇，虽然它只是一场简化版的行进式表演，它由闽南民间传统武术与军事实操技能结合而成，逐渐演化成集武术、舞蹈、杂技于一体的表演项目。108位身穿西装和盔甲的水浒传人物方阵。先是宋江武大戏开场，然后是梁山好汉手持刀、枪、剑、齐眉棍、藤牌等18般兵器。这是泉州中狮，又称狮阵。狮子是青狮，据说是在明末清初反清复明斗争中，以杀青狮欲杀青狮。这场宋江阵加入至挠脖的表演。天后就是妈祖，生于泉州，相传她能预知天下，求水救难，驱瘟除病。渔民商船出海前会来此地祈求一帆风顺。宋元时期，泉州是东方第1大港，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。朝廷为了海运的顺利，多次召封妈祖。明朝郑和下西洋起航前也来此祈福。妈祖信仰随着商人和移民的足迹广泛传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数以千计的天后宫，拥有3亿多信众。西方有波塞冬，东方有妈祖，他们是齐名的海上神明。这是梳妆楼，出海登船前整理仪容仪表的地方。戏台，酬神演出的场所。天后宫正门前广场上被围起来的一大片废墟，是古代泉州城的南门的蓟门遗址，曾是泉州古城7座城门中唯一与码头相连的交通要道。1948年毁于大火。这是泉州一带的一种传统的民间舞蹈——火顶公婆。传说南宋泉州爆发瘟疫，县令夫妇抬火顶抢劫串巷，用高温焚烧秽物控制疫情，因此他们被老百姓称为火顶公、火顶婆，将其事迹改编成街头戏剧。俩人通过绑在竹竿两端的长头巾抬起燃烧的火顶。角色的打扮和舞蹈语言承袭了高甲戏扮丑逗趣的表现。熊熊燃烧的顶火，寓意生活红红火火，蒸蒸日上。天后宫正门出来有一条叫做聚宝街的小街道，它不是什么旅游景点，就只是本地街坊日常生活的街道。但是在历史上，这里可是号称金星湖、银聚宝的地方。
因为它是从古时的码头通往的蓟门，进入泉州城的必经之路。全世界的商人聚集在这里，交易金银珠宝、绸缎布匹、香料药材、茶叶、瓷器等商品。如今傍晚时分，街道两旁都是买菜的地方。晚饭吃海鲜卤面，汤底是固定的，加料自选，这一份加了蟹肉。晚上这条街的活动，一进来就是一个双方用手指出拳，同时喊出数字，喊出的数字必须大于等于自己出的指数。两人出的指数之和等于你喊出来的数字，即为赢拳。状元街再往里走是夜市，还在播放露天电影。看这只小狗的打扮，莫非是上午参加宋江镇表演累了吧？泉州真的满大街都是工艺品店，这是用红土砖做成的香炉。这家店里竹编的花篮，既有传统的手法，也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审美。老板说，这些竹器以前是出口到日本做插花篮的，现在厂已经不在了。簪花是巡捕村代代相传的习俗，在帽子上，或是将鲜花与发钗组合成头饰。村里全都是簪花的店铺。对于住在这里的村民们，簪花也是生活的日常。来这里的游客一般都会在店里做一个妆造，再雇一位摄影师。陶格墙建成的房子，在闽南这里叫做和合错。金生带花，来是漂亮。巡捕村妈祖庙门口卖的手串是鲜花做成的。在村子里转一转，可以看到人们都在家门口处理海蛎。
从村口的地下通道可以走到晋江边。巡捕码头的指示牌也带上了簪花。这里就是晋江了，是泉州的母亲河，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。洛阳桥桥南，通往洛阳桥的海堤边上是成片成片的红树林。洛阳桥是与北京卢沟桥、河北赵州桥、广东广济桥并称的中国古代4大名桥。它始建于北宋，是中国现存建造时间最早的一座石墩石梁海港大桥。它的建成花费了1400万两白银，而北宋财政收入年才1200万两。桥建在洛阳江的入海口，是古代广东、福建北上京城的陆路交通要道。桥墩是船的形状，共46座，用长条石交错垒砌，2头尖，以减轻海浪的冲击。洛阳桥在历史上就运用了养利固基的技术，现在还有村民在桥墩边养海蛎。桥面石板长11米，宽1米，6或7条一组，这可能是单孔石梁跨度的极限。这怎么卖的这个？这个一个5块钱，里面有包瘦肉跟海蛎。来2个吧。5块钱一个的全港土果，味道很不错。快来吃全港土果。这家人的对联写的是“信耶稣岁岁平安”，靠救助年年得福，看来是基督徒。承天寺始建于8世纪，因为弘一法师李叔同而有名。这里是他的僧籍地，在闽南期间的筑系、讲经、弘法之地，也是焚化之地。他圆寂后的1800余棵舍利也安放在这里。寺院里有一座小山丘，叫做鹰山，这里是承天寺的最高处。承天寺号称闽南假沙，鼎盛时期殿宇达40多座，许多名僧出自这里。广钦佛教图书馆是全国第1座向公众开放的佛教图书馆，藏书有5万多册。这家藏在居民区里的瓷器商店，有许多80到90年代出口回流的德化茶杯、咖啡杯。也有一些老家具、老物件。